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方华。四中全会倒数4天，北京乱了，三线同时报，军委补位，人事清洗，稀土开战。中共内部不止风声紧，简直是火线交错。一边军委主席去留成最大悬念，一边广西官场突然斩链条式清洗，纪检系全面接管。同一时间，北京又亮出稀土王牌，踩到华府神经，川普立刻回击，100%关税倒数启动。而就在这场硬碰硬的背后，中共政协降调表忠，保密局亲自上阵恐吓媒体，央视电影频道更离奇地播出了美国队长，这是信号错乱还是在试水？四中全会前，北京一手清洗，一手谈判，谁在放风，谁在落锤？这场权力与生存的倒数才刚刚开始。中共四中全会将于10月20号到2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官媒口径强调，本次会议将研究“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外延涉及经济、科技、教育等长期政策设计。但学界与舆论普遍判断，真正的重头戏仍是人事。尤其是中共中央军委的补位与军委主席是否可能变动。中共军委原编制7人，因苗华被停职，李尚福与何卫东等人相继出局，实际运作仅余4人，补位不可避免。不只是中央军委委员，连军委副主席也存在递补压力。更关键的是，军委主席会不会换人？这被视为观察作为现任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军权是否旁落，乃至政治权力是否松动的第一窗口。有分析认为，在2年来多名军中要员遭清洗背景下，军中对再被无端清洗的不安与反弹正在累积，对习近平的去留关注明显升温。若中共军委主席出现变化，牵动的不只是军权。中共重申的党指挥枪，意味着军委格局会反向作用于党内领导层布局。有说法预测，为了维持可控节奏，可能采取有限人事变动，让习近平只卸任中共军委主席与中共党组书记职务，暂时不动蔡奇、李强等习阵营高层。如此可在不引发全面洗牌的情况下，为团派等其他派系预留回流空间。从军内权力结构来看，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近期被视为握有更多实权。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分析指出，中共军队在四中全会及后续派系角力中扮演稳定器，谁获军方支持，谁就在权力斗争中占优势。若军内支持从习近平转向张又侠，习在党与政治层面的权力可能逐步被削弱，甚至不排除四中全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共总书记2个职位，明年两会让出国家主席一职的过渡方案。当然，也有观点认为习仍大权在握，外界需看中共中央军委与中央委员递补名单的实际人选。那么与此同时，中央军委的缺口同样庞大。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统计，在205名中央军委中，不在职务者高达数十名，另有5大战区司令员政委长期悬缺，而这些职务同时也是中央委员席位。因此，谁被递补，以何种节奏递补，将是判断权力流向的第2支关键箭头。随着中共四中全会的逼近，中共各派的人事抢位，让中国政局乱象纷呈。今年5月16号，广西政府主席蓝天利落马；6月16号，中共广西政协原副主席彭小春被查；7月至9月，中共中央第13巡视组进驻；至10月13号，以至少30名的官员落马，有超过10人被双开。覆盖组织人大各个重要部门要位，节奏密，面向广。最敏感处有3，其一，河池系。蓝天利老家的河池市被连环清理，涉及其老部属与秘书，显示沿人脉斩链条。其二，中共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赵乐际的弟弟赵乐勤主政地带，
贺州、崇左、桂林市同步出现落马与双开，亦被解读为沿任职轨迹倾压。其三，百色是邓小平当年起义的地方，其孙子邓卓棣曾在此地任职，亦有联动案件，敏感度高。背景里还有2条补刀。第一条，稀土与有色金属是广西的底色，传出蓝天力涉走私倒卖稀土讯息，让整肃不止政治，也沾到资源利益链。第二条，中共第13巡视组组长于长辉被指是原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北京旧部，这种既简细谱的投影，让外界更容易把广西清洗与高层人事博弈对上号。就在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出席全球妇女峰会的当天，中共全国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座谈会召开。报道中仍有提高政治站位、团结在以习为核心的中央周围等措辞，但未再出现过去逢会必带的2442效忠之语，也就是2个确立、4个意识、4个自信和2个维护。对照今年1月15号，统一委员会还要求全国做到2442，如今到10月忽然降调，在中共4中全会前的敏感窗口期引人侧目。去年同条线在相关会议里一曾高频率提及2个确立、2个维护，今年此刻的语气表达的变化，不难被视为对顶层走向的观望。10月10号，中共国家保密局旗下公众号保密官罕见发文，罗列媒体涉密3大场景，参考密件写进新闻，拿机关光碟写宣传稿被扩散，拍到军工新装备外形并播出，要求强化保密审查。外界普遍解读，中共内外危机压力上升，4中全会在即，当局要收紧宣传口与地方口的节外生枝，防止内情外流或体制内放风扰动议程。把这3件事叠在一起看，其实指向同一个逻辑。在人事上，广西案是以案代线、以线代人的外科手术，直击地方网络与上层脉络，为中共4中全会的人事补位铺路。在宣传上，中共全国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对习表中降调，反映最后拍板者的不确定感在蔓延，系统性的为可能变局留弹性。在信息管控上，保密局亲自上阵，向党媒与地方宣传口上紧箍，避免再出现不可控的画面与稿件。中共4中全会即将召开前夕，北京突然打出稀土出口管制的王牌，直接踩到美国政府神经。美方迅速以11月1号起对中国商品加征100%关税，并研议软体出口需许可等组合拳回击。双方短兵相接，却又在要打也要谈的节奏里彼此试探。关键问题是，这一步棋是习拍板，还是中共行政部门的自行决定？而北京一边放狠招，央视一边在电影频道播美国队长，究竟想传达什么？10月9号，北京宣布扩大稀土出口管制，新增多种稀土金属与工艺到管制清单，对含中方稀土的境外产品与半导体用户严加审查，外溢效应直指全球供应链。10月10号，川普亮剑，威胁自11月1号起对中国输美商品全面加征100%关税，并评估对向中输出的关键软体实施许可制等。此举被各大媒体解读为把休战期彻底推向终局。美财长贝森特与美贸易代表格里尔连日放话，将中方稀土控制称为经济胁迫，并强调若北京落实管制，美国与盟友准备反制，同时仍保留元首会面降温的空间。紧接回顾，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曾在今夏美中贸易谈判上对华府发出威胁，呛美国如果不照北京行事，将面临地狱之火的狠话，
贝森特15号在记者会上证实此事，指他不知道李成钢8月口出激烈的言辞是不是独立的行为。贝森特认为李成钢有可能是不受控制的发言。此前的13号，贝森特表示，习近平可能不知道稀土协议的宣布，北京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着争斗，影响了美中谈判。贝森特告诉《金融时报》，我们认为中共的财政部和商务部之间存在内部矛盾，他们的商务部包括李成钢更具挑衅性。强硬派是商务部和国家安全部，而国安部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分析认为，这可能是贝森特的一种战术甩锅，可以为川习会与后续谈判预留台阶，把极端动作归因部门自行决定。也有分析认为，中方唱黑白脸，由谈判线唱黑脸，提高要价，上层再出面缓和，收取让步，属常见的谈判剧本。与2018年到2019年的刘鹤与习近平搭配有相似影子，此解读也能解释为先强硬后澄清，管制不等于禁运的节奏。还有分析说，这是习近平权力衰落的征兆，若习不知情属实，代表其在经贸与对外决策话语权的收缩。此种说法目前尚无定论，但已被美方高层公开拿出来讲，本身就是讯号。贝森特15号在参加美国财经新闻 CNBC 主持的投资美国论坛时表示，美国不会因为股市下跌而进行谈判，也不会因此而回避对北京采取强硬措施。我们会进行谈判，因为我们正在做对美国经济最有利的事情。贝森特还表示，美中两国官员每天都在联系，以安排本月底在韩国可能召开的川习会。他本人有可能会在川习会前再与何立峰会面。贝森特的表态将政策基础绑在美国经济利益上，而非短期盘面波动，以免被对手压住。美方会为股市让步。10月15号晚间，央视电影频道排播《美国队长》，引爆热议。熟悉内地媒体节奏的人都知道，该频道的影片播放节目单常呼应时事。贸易战升温时播抗美题材，气氛转暖时改播合拍或对美友好影片，向来被解读为风向指示。这次在稀土与关税对撞之际突播美国队长，不少网民说啥意思？谈判有结果了，又是好朋友啦。重点不在电影的本身，而在传话方式。一边由商务部释放强硬姿态拉高谈判门槛，另一边由宣传口抛出软性符号，为止跌回弹预留舆情缓冲。这种一手硬一手软的组合，跟过往美中紧张时的宣传谈判节奏相当吻合。主线1：工具箱。北京用稀土控管侧压，美方用100%关税加软体许可回击，彼此都还留了一条谈判跑道。下周一工作层会谈，10月29号可能有川习会。主线2：蓄势战。美方公开点名李成钢战狼，放出习近平或不知情的说法，既是压力也是台阶，目的在于拆解对手决策一致性，同时拉开谈判空间。主线3：信号场。央视播放友好美国的影片的软信号与商务口硬信号并行，对内稳盘，对外试水，搭配地方官员清洗，政协部门对习表忠降调，保密局恐吓收紧舆论，都在为中共4中全会前后的政治与经贸双重变局布景。您怎么看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